大家好，这一段我们来讲一下叶子和花的枝干怎么串联起来。叶子和枝串联起来啊。我们先画几片叶子，藤黄多一点。我们先画几片叶。有长有短。还有一些大小，我们这边来一串很小的这样它就形成3串，大中小不同。还要左右，左边长，右边就可以短一点。右边和左边不一样，也可以有大小但是我们右边的可以让它挨近一点，这样它会有一个疏密的状态，这边就比较密，这边就比较疏。然后再可以画一些小叶3串叶子，大中小不同。我们首先把这些关系弄清楚，然后连接花的地方，我们换一支小一点的笔藤黄加太青蓝。这个是下来它就是长花的这个叶子它一般是长在这个花的枝干的根部比如说这里是长叶这个地方它上去是长到老枝干上面的然后再往下就是长花了。我们先把上面的叶脉勾一下，现在趁它还没干调胭脂，先把叶脉勾一下，注意勾在不同的地方，它就是不同的侧面。勾在旁边就是侧面，勾在中间就是正面。
注意这个叶子和叶子之间注意这些关系左边的长，左边的很长，而且有大中小。叶子的大中小。那么右边这一组，它也是有大中小这是最大的，这是第2大的，这是第3大的。我们要把这些关系都用上，还有整体所有的这一组它是左边长右边短大关系里面左边长右边短。这是大的左右关系，里面是小的这些小的一组有大中小，小的一组也有大中小两组在一起是左边长右边短，这样去分析。然后下面我们会长枝干枝干长下来，我们要去接花的。这个枝干长下来也是很关键比如说我们从这里长一个枝干，下面这个枝干就是长花了。那么长花的这个枝干就很关键，左边出现这些小枝现在我们不画花，只画这些小枝干。那么这些小枝要注意，不要让它们排列的太平，要让这样交叉一下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要注意距离，这一段的距离和这一段的距离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再近一点，短一点，或者是来个2、3枝这边3枝，这边4枝我们就跑远一点，又来1枝、1、2枝那么这些排列的线条也是非常讲究这是左边，我们要注意它的这些距离长短、线段的距离这些留空空的地方，这些空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些空距离是不等的。那么这些枝干也是有疏密，有多少比如说上面这里就这里是最多的这里有一个多的这里是少的，它们也是有多少的变化。然后还有线段的长短这些线条，这些紫藤的这个枝，我们就把它看成线条，有长短线条长的比如说像这些就很长那么这里就有很短的这种就很短。这几条线就有很多的变化了要注意到它的距离，这个空白空的地方距离，还要注意线段，这些线段的长的，这些也是长的，还有这些很短的，还有这些多和少。那么这个线条我们还要分左右左右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左右的变化左边的如果很多，右边我们就可以很少。如果左边的很少，
右边的我们就可以很多，这个一定要有对比，左边的很多空了那右边我们可以，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多一点，超过左边，这样它就是左右的对比，右边很多然后这个地方很多，那我们就少一点，1、2只。那么这个地方是空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多画2只这样它就会有左边和右边搭配左边的现在很长我们可以画2只很短的，刚好这2只刚好补这个空，这3只刚好补这个空这样它就会左右形成了一种互补了。左边没有的右边有左边有多的右边就少这样形成一个左右关系左边的比较少这些线条比较少，左边少右边就多左边是这个地方左边的多，这个地方我们就少左边没有，左边空的，这个地方是空的，那么右边我们就会出现右边就刚好补充它右边就多出现，左边就是没有的，这样它就会形成一种左右的关系还有一个上下，上面这里这个地方这里很多，那就是上面，那么下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很少这个地方就很少，我们把它串联起来，就要注意到这么多的知识然后下一段我们再讲怎么把花加上去。